2068年，脑机接口技术成熟，人类熟练运用脑机技术进行学习、工作，但脑洞更大的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结合脑机技术的游戏《万界 Online》。啊，让我也试试。啊，老师，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这么古老的游戏机？我将以幻界形态出击。游戏一经推出，迅速风靡世界，每个人都等着体验这款划时代的产品。这不是设备，这是通往另一个自我的船票。直到今天，服务器正式启用。神经同步启动，正在接入万界 Online 主服务器，建议体验时长首次不超过4小时。界面倒是挺干净，没那些花里胡哨的充值弹窗。登入，这也太真实了吧！欢迎，这里的一切皆由数据构成，你的体验将无比真实。幻界大陆静候你的足迹。感官同步率：视觉100%，听觉100%，身体模型加载完成。还行，至少没给我随机成绿皮兽人。重量感和平衡感，哇，多你的不错。请设置您的昵称。就叫风翼吧，听着既飘逸又帅，跟我本人一样。你好，风翼，你已经适应了这具身体。哇，好美啊！艾尔文村的治安官有个小麻烦需要帮忙，有兴趣听听吗？哇，这翘臀，这身材，这任务还接不接了？我要烟牌！啊，变态啊！典型的新手引导任务，接取。村外的野狼最近有些躁动，这对村民很危险。击杀10只野狼，完成后将获得奖励。10只野狼能难得倒我这个游戏天才？幻界 Online， 迎接你们的大佬吧！我的天！哇，这痛感模拟也太真实了！什么情况啊？系统，你搞什么鬼？传送都不给个提示，我这是脸，不是缓冲垫。现在装死还来得及吗？让我杀10只，这玩意儿好笑了！要死！糟了，怎么办？救命啊！死了？就这啊？我就说，我这种游戏大佬不可能连新手关卡都过不了。我就这一条裤子，没得换啊！喂，小狼崽子们，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你别说，视觉冲击感还是挺强的。拜拜了你嘞！走你！
再见了，小老弟。击败巨狼+1。想跑？击败巨狼+1。耶！像我这么帅的，不是主角是什么？任务完成，奖励提升等级5级，强化皮甲。这个厚度，撞大运我也不怕呀！哈哈哈哈哈哈！啊，什么情况？全体换界居民世界同步在线人数已达到6亿人。存。为纪念此共鸣时刻，一份赠礼已送达各位的行囊。哦，6亿人在线，服务器居然没炸，这运维团队得是神仙啊！好快，到点该干饭了，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拒绝访问，拒绝访问，拒绝访问。拒绝错误码01。连接状态显示正常，强制断开，灰色不可选，客服频道无响应。由最高权限发布，所有对外连接通道永久关闭。妈逼掉了！这里就是你们新的现实。我会永远把你们的意识囚禁在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别担心，会有办法出去的。6亿人啊！那疯子想干嘛？强制开史上最大规模线上团建吗？我怕我妈叫我吃饭。系统说强行拔线会变植物人，他万一不知道。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疯子，第一步，做个贼牛逼的游戏把大家骗进来；第二步，关门放狗。这哪是游戏创始人，这简直是史上最牛人质节吃饭。反正回不去了，不如抢个痛快，把值钱的全拿走。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好美！哇！我去，这建模，这渲染，这光影，这游戏捏脸系统是请了奥斯卡化妆师做的吗？这得烧掉多少显卡啊！妈妈，我恋爱了。快看，是破晓的团长林雪，看见了，飙了！还有他的看起来很能打的团员们。天启城的玩家们，听我说，好香啊！我是破晓佣兵团团长凌雪。登出功能失效已是事实，恐慌和劫掠只会让我们死得更快。我们刚得到系统提示，游戏角色死亡将导致现实意识永久消散。什么？死了就真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啊？妈妈，我要回家！团长说的是不是太直接了？对，这是事实。哇！标准战前动员开场白，然后画个大饼，最后号召大家为爱发电。恐慌没有用，哭泣没有用，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身边的同伴和手里的武器。破晓佣兵团的目的只有一个，抱团求生，提升实力，并寻找任何可能的出路，夺回我们的人生。现在佣兵团开放招募，无论职业，无论等级，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杀出一条生路。
想来的，站到左边；怕死的，继续原地哆嗦。喂，干嘛？进不去？吓破胆了？就知道你这种 solo 玩家靠不住。激将法？小学毕业了吗，兄弟？作为一名高端玩家，我的升级打怪套路不适合团体战，孤胆英雄才是我的路，懂吗，小菜鸡？哼，胆小鬼，死要面子的独狼。再重申一遍，在游戏里死亡，会同样导致现实世界意识消散，只有抱团活下来的概率才大。而某些胆小鬼玩家会被妖言惑众。我们佣兵团还大量火化野兽正在冲击城门！快跑啊！小全体跟我上城墙！雷烈，组织刚报名的人，能站得跟上，低等级协助守城器械。是，团长，听到没有？是男人的拿上武器，你登记了，就是佣兵团的人，拿上你的弓，跟我走。我才5级，那些怪物听起来很凶，我还没准备好。敌人可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走。游戏里的兽潮都是由高等级 BOSS 带领组织的，佣兵团的人不一定能搞定，先去看看。撑不住了，集体准备，放！救命啊！狼群冲上来了！救命啊！雷烈，快！收到，团长。哈哈哈！小袁，你这几个非常感谢这位小姐。配合不错，团长指挥很冷静。那个牧师的技能命中率有点玄学。20级精英，还是小 boss。这怪物也太多了！雷烈，住住！小袁，快给雷烈加血！别跑！雷烈哥，坚持住！哈哈哈！用柔飘更自信。他刚才是不是做了个洗发水广告动作？不是吧，姑奶奶，我才是快死了，你给一头猪加血。对不起，雷烈哥，太紧张了。小姐有眼光。这野猪成精了！哇，他帮我们打架了！雷烈哥，你看，
这野猪的斜刘海还挺时髦，说不定是隐藏 NPC 野猪。团长，小心背后！糟了！团长，天空一声巨响，小妍闪亮登场。这么带劲儿啊！上下上下上下！喂，林团长，发什么呆？这大家伙一看就报好装备，组团刷了他呀！收到。改变目标，优先激活那头狼王。雷烈正面吸引，按一找就会控制。小袁，给那个风翼也加上状态。得令，顶雪团长。这下想 solo 也不行了，不过跟美女团长组队，好像也不亏。雷烈正面硬扛，拉住他，别让他乱窜。交给我，大块头，看这儿！死吧！雷烈，撑住！王大锤，盾墙，掩护雷烈侧翼。收到。儿子，放心打。阿莹，找破绽，他的右后腿关节刚才被伤过。明白。小袁，别慌，看好雷烈和盾墙的血线。王大锤掉血线不管，他皮厚。知道了，团长。成功了！哇，这执行力，这配合，跟开了脚本似的。风翼，别愣着，你速度快，灵活，骚扰他，吸引他转头，给暗影创造下一次背刺机会。注意他的甩尾范围。啊，哦，还是被迫拉进团伙，哦不，团队了。大锤哥，看这儿！不好！我明明隐藏了，怎么会？暗影，不好！团长，这游戏的痛觉吸收功能怎么这么真实啊？林团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你这家伙，刚才明明是我离你更近吧？这种情况当然是女士优先啊，老兄。喂，小袁对吧？给他们3个回血，这次可别放歪了。没想到关键时刻，这家伙还挺靠谱的。接下来只能我出手了。啊！团长，我们回来了。以我现在的等级，只能勉强用1次大招。要是失败了，我不会失败。终极治愈！啊！小袁，小袁，他的蓝量用光了，让小袁好好休息。我们全力协助风翼，守住天启城。喂，大狗狗，看这边，来打我仨，来打我仨！我这把剑虽然没开刃，但捅屁股还是很疼的。
就是现在，安营！雷烈，全力爆发！王大锤，准备钝击，打断他的大招前摇！住！过来！我们拖延住，从后方进攻。团长，他血量15%左右了，按一般有些尿性，要魂温暴走了。所有人散开，扇形站位，小心范围技。风翼，你注意他的眼睛，可能要放幽影凝视控制技能。闭眼，或者别看他眼睛。这狼王真是能量核心在胸口偏右，凝视技能后会有0.5秒的僵直，暗影按左侧准备。雷烈被震退了，我的位置正适合给他致命一击。可恶！啊！现在，激活！小心！还有1米，稳住！雷烈，不好！风翼，快闪！来啊！在下面的笨蛋。这小玩意儿看着还怪可爱的。哦，哎，去吧。撤退！吸收。恭喜玩家团队于天启城防线成功首杀区域 BOSS 幽影狼王，等级20。最后一击风翼，等级提升至25。耶！奖励幽影狼王套装。我靠，直接上20级！全套 BOSS 装，还有技能，这什么逆天运下？行啊，小子，最后一刀补得漂亮。风翼，你好厉害，衣服也好帅，时机抓得好。先说好，虽然我承认刚才是有那么一点点抢尾刀的嫌疑，但系统判定最后一击是我，装备绑定我也没办法。要是没有我，小圆哪有机会把你们的血量抬起来？他不给 BOSS 回血都算好了。风翼哥，你过分！我那是不小心，后来我不是给雷烈哥加的很好吗？谁要抢你装备了？啊？那你们围上来。风翼，我流血
破晓佣兵团团长，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嘛，感谢林团长看得起。不过你看啊，我这个人呢，散漫惯了，喜欢独来独往，团队纪律什么的，我再考虑考虑。雷烈，带我们的丰富团长熟悉一下团内事务和驻地，其他人清理战场、救治伤员、统计损耗。啊！你说我是什么？等等，副团长，我还没同意啊！喂，林团长，你这是强买，单方面宣布，程序不合法。丰富团长，你就别摆架子了，团长看上的人跑不掉的。走，带你去谈注定，以后都是兄弟了。喂，你们这是强行雇佣啊？工资怎么算？有没有劳动合同啊？有没有五险一金啊？我要抗议，没有天理了！初步统计出来了，我们佣兵团轻伤是7人，重伤5人，阵亡3人，2个是刚招募不久的新人，还有1个是我们团的老盾位。可恶！那个凌雪团长，阵亡的意思就是他们现实里的意识也……现实世界的身体会变成无法唤醒的植物人，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在玩一场输了就彻底 game over 的死亡游戏。之前你在广场说有办法能出去，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为了稳定人心的场面话？是真的。虽然希望渺茫，但绝不是空话。Yes， 看来加入这个团也不错嘛，不仅有美女团长，还有办法逃离这个鬼地方。破晓佣兵团能组建起来，能凝聚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我想带大家活下去，还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的，团长。和一个可能知道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人。谁啊？游戏 ID 小诸葛，他对幻剑 Online 的了解远比普通玩家深得多。最初就是他找到我、雷烈他们几个，提出了组建团队、抱团求生，并寻找出路的想法。诸葛大哥懂得可多了，什么怪物刷新规律、隐藏任务触发条件，甚至一些系统漏洞，他都知道点。小诸葛说，埃里克斯能把我们的意识锁在这里，一定是通过一系列特殊的代码指令实现的。只要能找到这段囚禁代码，篡改它，就有可能解除封锁，让所有人的意识安全返回。那这位诸葛大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在尝试黑进系统后台，还是找到了什么可以输入指令的控制台？这个嘛，他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去哪里找到代码。合着咱们的终极救世方案目前还停留在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阶段，这跟等我找到了长生不老药就分你一颗有什么区别啊，团长大人？你在干嘛？让我死了不说这个了，凤翼，你现在25级了，算是正式脱离了新手范畴。接下来你打算转职成什么方向？啊？转职？什么转职？这游戏还能转职？有啊？这你不知道？风翼哥哥，你不知道转职系统？这游戏升到10级，新手引导就会强制弹窗提醒去职业大厅转职啊。你都25级了，就没点开过技能树，没接过转职引导任务？我进游戏光顾着体验真实感和秀操作了，等初见没了之后，我就更没心思看那些系统提示了。没想到这游戏还挺……我现在有点后悔邀请你当副团长了。走吧，我们带你去职业大厅。你这小子一看就不靠谱，别到时候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我还不靠谱？没我天启城都沦陷了，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战士、法师、牧师、刺客、弓箭手、盾卫，基础职业都在这里。选定基础职业后，
根据后续任务和属性发展，还能进阶为隐藏或特殊职业，比如我的剑术宗师雷烈的狂暴战将。哇，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哎，我靠，这个元素史帅啊，听着很符合我飘逸的气质，就选他了。啊哈哈哈！哦，嘿嘿嘿。元素使是法师的进阶分支之一，擅长操控冰、火、风、土等元素进行远程攻击或控场。不过你近战身手不错，确定要转远程？你看，你是近战剑术宗师，我是远程元素使，咱俩这组合，你在前面砍，我在后面轰，完美互补。而且听说元素使的终极技能星辰坠落特效特别浪漫，跟放烟花似的，最适合组团看风景的时候用了。嘿嘿嘿。元素使？不，小兄弟啊，以你刚才打狼王时那猥琐，不是，而是灵动的走位、风骚的补刀，还有那深入敌腹的勇气，元素使太浪费了。谁啊？卧龙凤雏，大哥，你 cosplay 诸葛亮能不能认真点儿？淡泊明志旁边站的是番茄酱吧？还有你那羽毛扇，都油的能炒菜了。小兄弟啊，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大隐隐于市，高玩藏于零食堆。来点黄瓜味，清爽不腻，虚拟热量为0，放心吃。谢了，我怕吃了也变油啊。团长，这位就是我们佣兵团的军师诸葛暗，他确实对游戏机制了解很深。原来是诸葛暗先生，失敬。不知军师和那位亮先生是什么关系？远房表亲？庸俗，诸葛孔明是我偶像，我是他粉丝用个同款 ID 怎么了？再说了，我比他强，他会借东风，我会借 WiFi， 他7擒猛货，我7天吃了7种口味泡面。军师，这对比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团长，我能不能退团？不行。那么请问诸葛暗军师代码找到了没？小兄弟啊，此事关于天机，不可泄露太多。但眼下有一桩更大的机缘等着你，看见没？万象出街，隐藏中的隐藏，一旦转职啊，前途不可限量。第一大佬，有意思，展开讲讲。因为你的战斗模式跟普通玩家不一样，你的操作更接近原生战斗模式。简单说，你是个天生适合玩混合职业的料。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觉得好厉害的样子。诸葛大哥，说人话。我的意思是，他不该拘泥于传统的基础职业，你应该去试试那个万象出街转职点。万象出街职业列表里好像没这个正式名称，那是什么？隐藏中的隐藏，特殊中的特殊，触发条件极其苛刻，据说需要在低等级时独立造成过高额伤害，拥有非常规战斗风格，幸运值波动极大等等因素。你小子5级拿着新手剑捅死了20级区域 BOSS 最后一击，还爆了套装和技能，这幸运值爆表了好吧？这个职业简直就像给你准备的一样。听起来很厉害，转职后叫什么？不知道，记载模糊，只说万象意味着包罗万象，潜力无限，但成长路线完全由玩家自己摸索，没有固定技能树，难度极高，很容易练废，所以几乎没人选。潜力无限，自己摸索，这才符合我游戏天才的定位啊！就这个了。风翼，这太冒险了，没有前人经验，万一……团长这么担心我？我只是为了团队着想，你别臭美了。放心吧，团长，我可是要带领大家找到登出方法的男人，没点特殊本事怎么行？检测到玩家风翼满足隐藏条件，正在匹配特殊职业模板，匹配成功，授予隐藏唯一职业元素行者。元素行者，
说好的万象呢？系统，你是不是偷懒随便起的名？不过，好像确实挺混合的。有意思，第一个元素行者诞生了。凌团长，咱们团捡到宝了，也捡到大麻烦了。混沌的业火灼烧无知铠甲，命运的锁链缠绕无知剑锋。卑劣的蝼蚁们呐，在吾霸主公会的无上微光下颤抖吧！天启城的居民们，听吾一言，这混乱的时代需要强力的秩序。软弱的抱团无法带来生存的希望，唯有力量，绝对的支配一切的力量，才能在这永恒囚笼中开辟新未来。这人好装啊！现实中真有这么说话的人吗？不会是 NPC 吧？我靠，38级，大佬来屠杀新手村了！知道怕了吧？破晓佣兵团，你们还在为侥幸击败一头小小的畜生而沾沾自喜，无奈……会长，说好的霸气简洁。总之，破晓佣兵团限你们3分钟之内解散，或者归附于霸主，否则吾将以混沌之火焚尽你们虚幻的旗帜，让你们在吾之威严下瑟瑟发抖。这会长看着好凶，但怎么有点搞笑？我们人多装备好，破晓要完了吧？太嚣张了，38级了不起啊！霸主公会之前就听说他们在其他主城行事霸道，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天启城了。麻烦来了吧？阎罗这人啊，中二是中二了点，但实力是真的强。他盯上咱们，要么是想吞并壮大，要么就是冲你来的。我应该也没有那么帅吧？不行，团长都还没摸过呢。团长用力！真不要脸！这下手也太狠了吧！你脑子里能不能装点正常东西啊？隐藏职业的触发条件不止我一个人知道，5级干翻20级的狼王 BOSS。我要是阎罗，要不收了你，要不做了你。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正好，3分钟到了，考虑的怎么样了？跟他们拼了！且慢，久闻阎罗会长不仅武力超群，更是学富五车，才高8斗。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昂，文采斐然。哦，你看得出本王的文采？会长，这是缓兵之计。本王当然知道，这叫文人相惜。在下不才，也略通文墨。今日两军对垒，刀兵相见，未免太过粗俗。不如我们文斗一场。军师这是要干啥？我们就比对对子。嘿嘿嘿嘿嘿。3局2胜，若我方输了，破晓立刻解散，封邑任由会长处置。若会长输了，就请宽限我们3日，如何？区对子，岂能难倒本王？出题。1队、2队、3、4队，对对威武霸气。太简单，5级、6级、7、8级，积极碾压尔等。好，有气势。该我们出上联了。第2联，肩扛巨斧，雷烈勇冠3军。下联，手持法杖，欧阳貌美如花。会长，能不能正经点？确实很好看。会长，最后一题，请听上联：小圆施法，总把治疗加野猪。
怎么又是野猪？假野猪，假野猪，假野猪。下联阎罗挥剑，总被披风绊跟头。绝了！丰毅，你太损了！丰毅，别乱说话。混账，这不算，不公平！对子都是你们出，净挑些接我短的，该我了。我出上联，你要是能对上，我就心甘情愿认输。来就来，谁怕谁？你出上联吧。上联1、2、3、4、5、6、7，看你怎么接。这叫啥对联啊？都是数字，怎么对嘛？接下来是不是该8、9、10了？这对联确实刁钻，数字对数字太普通，对别的又难工整，没想到他来这手。丰毅，有了，下联。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丰毅，你太牛了！太妙了，一个数数，一个唱歌，完美对应。丰毅哥哥太有才了，我都没想到。我到底招了个什么玩意儿进团？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会长，他这对的没毛病啊，还挺押韵的。您输了。我认输。下面再来点风，哎，别炸，别炸，别炸！破晓佣兵团，最后的仁慈已经给予，现在交出那个元素行者，宣誓效忠。你们尚可保留剑指，作为霸主的附庸战团。附庸这个词用对了吧？显得我有文化。会长，是附属，附庸一般指不太重要的那种。总之，投降。阎罗会长，我们破晓佣兵团只是想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找到出去的方法。玩家之间自相残杀，不正是那个埃里克斯希望看到的吗？喂，那个黑红罐头大哥，你那台词是不是抄动漫的？我听着耳熟，不过你念的没原版有感情，尾音应该再拉长一点，带点颤音。交出那个元素行者，宣誓效忠。混账！竟敢质疑本王的台词功底！霸王所属，进攻！给本王碾碎他们，尤其是那个白毛话痨。那就打！破晓，向前推进！啊！举盾！歪打正着，兄弟们，跟紧我！我治愈之风。小袁，别给我增加难度啊！小袁这技能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
怎么每次都是这样？固头不固定啊，团长，来不及了。快出手，风翼！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玩家，游戏里死亡，现实也会一时消散。水元素怎么放来着？风翼，别催，我在思考。还好有你，小袁，不然我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干得好，小袁！哼，糖霜迷雾。这是什么技能？竟然能减速我的攻击！刺客先生，这是用魔法变出的食物，一点小糖霜而已。难到你了？这点糖霜都解决不了，接下来你可接不住我的招哦。哼，这种拖延时间的招数，对我可没什么威胁。哼。暗影，对面阵型厚实，需要撕开更大口子。这个法师感觉挺棘手的，试试这个。元素组合第一式，烽火轮转。防御！做大招还挺耗蓝，不过这威力够劲儿。一帮废物，退开！风翼，别硬拼。小子，他38级，混沌骑士有强控和爆发，别被他近身。近身，正好。元素行者第二式，元素附魔。小子，能让我亲自出手，足以自傲了。大哥，打架前非要念这么中二的台词吗？你不觉得尴尬吗？狂妄接招，混沌践踏，疾风步，咸淡连射，暗炎屏障。暗影突袭，严甲格挡，劲儿真大，只能挡下，有意思。下一剑，看你如何挡！混沌枷锁，想控我？再练几年吧，大哥。雷光跃迁。什么？瞬间浩蓝太大了，不过该到我表演了。元素组合3色螺旋丸，来得好！暗炎斩，破灭！风翼队长，怎么样？黑罐头大哥，我的五彩大炮味道不错吧？元素行者，风翼，我记住你了。
冯毅，你怎么样？晕了，就行。团长，你身上还蛮香的。都什么时候了，还嘴贫？冯毅，下一次见面，我会以碾压的姿态，让你知道不值一指，不可违抗。哪个我爹给你写的台词？尴尬死我了。原来团长大人这么关心我啊！哎呀，这痛觉模拟也太真实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还有哪里疼？蓝量恢复了吗？现在正是和团长单独相处的好时机。疼，这儿疼的厉害。还有胳膊，难受。怎么会这么严重？我明明让小袁给你用了顶级治愈术啊！你别动，我看看。不行，男女有别。要不团长你再给我吹吹？小时候我妈说吹吹就不疼了。我去给你拿药水，你等着。别，团长，药水太苦了，而且你一走，我一个人在这儿怕。你都能单挑阎罗了，还怕一个人待着？你一直守在这儿，难不成？喜欢上我了？胡说什么？谁喜欢你了？我只是尽团长的义务。你是佣兵团副团长，要是出了意外，团队战斗力会下降。你以为我很闲吗？佣兵团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原来强势的团长大人也有这么容易害羞的时候。别贫嘴了，好好休息。既然你没事，我真得走了。你这色魔！流氓啊！别打了，别打了！喂，团长，别走啊！网恋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CP 滴滴啊，团长！这个白毛笨蛋，我就不能是朋友之间的关心吗？非得是喜欢吗？他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不就是救了我几次？天空一声巨响，小爷闪亮登场。快闪！怎么每次都是这样？固头不固定啊，团长！白毛笨蛋，什么叫固头不固定啊？该死的游戏，做什么无聊的情绪模拟系统，弄得跟真的一样。团长，诸葛大哥有重要进展跟您汇报。我们前期的猜想完全正确。游戏的底层代码中有一道最高权限的代码，可以控制意念出入，但……诸葛大哥，这么说，你已经找到了能控制游戏代码的地方，我们能回家了。嘿嘿，那肯定啊，也不看看我是谁。但是，要想回家，我需要密钥来控制代码，但密钥藏在各种地图 bug 里，可以说是危险至极。哟，开大会呢？怎么没人通知我这个副团长？团长，
我醒了你也不多陪会儿，真无情啊！少贫嘴，正事要紧，赶紧过来坐下。地方是找到了一个，确切的说，是通过分析游戏后台残留的日志碎片和某些非正常途径获取的早期开发地图，定位到一个被隐藏起来的特殊区域——源代码回廊。啊，源代码回廊，听起来就很高端。根据我的推测，那地方存放着这个游戏最底层的核心逻辑具现物，或者说是维持这个世界运行的部分权限钥匙。那还等什么？冲进去，抢着钥匙把门打开，回家。恐怕没那么简单。听起来就很危险。大锤说的对，回家没那么简单。这个游戏的底层代码，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它的核心指令就不是娱乐，而是囚禁。这意味着整个游戏世界，从最弱小的小怪到各个副本的守关 BOSS， 乃至那些看起来无害的 NPC， 甚至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本身，都在阻止我们找到权限钥匙。规则本身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走路摔一跤也是系统在使绊子？比那更糟，在最高的层面，这个囚笼世界需要一个管理者，或者说一个终极的守门人。我怀疑这个游戏里存在着一个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被设置为最高权限的至高神。至高神可以理解为埃里克斯在游戏内的最高权限投影，或者是系统为了维护囚禁这个终极指令而生成的最高防卫机制，亦或者是埃里克斯本人。你是说这游戏的作者把自己也囚禁起来了？他费尽心思把我们囚禁起来，总不能连看都不看一眼吧？所以他一定给自己留了离开幻界世界的方法。这还不简单，找到埃里克斯，逼他解除囚禁不就好了？要是他不听话，我们就让他意识消亡。哪有这么简单啊？我问你，要是你自己是游戏开发者，你会不会给你的账号各种属性都升满？毫不夸张的讲，如果这个世界最终 BOSS 就是埃里克斯，那他一定是整个幻界世界的战力天花板，而我们呢，连30级都没有。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击败了所有已知的满级世界 BOSS， 拿到了所谓的权限钥匙，最后还要面对这个不可战胜的神。理论上是这样，但如果拿到了钥匙，突破囚禁的概率也会更大。多大点事儿，不就是个游戏里的 GM 吗？还是个疯 GM， 怕什么？我们总不能真的一辈子缩在这里当 NPC 吧？管他什么神，我可是游戏天才，专治各种不服。天要是拦路，老子就把这天捅个窟窿。说得好，丰富团长，干他！拼了！我也要帮忙。诸葛大哥，那个回廊的具体位置和进入方法。这么多年的小说可不是白看的，论激励人，我可有一套了。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这里了，能量读数最高点。诸葛大哥，你确定你说的是源代码回廊？听起来像个室内副本，这怎么看都是一堵结结实实的墙啊！我们是要学穿山甲打洞进去吗？别急嘛，年轻人，真正的入口往往藏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看我给你们开个后门，权限干扰。怎么样，哥厉害吧？这种级别的隐藏入口，没点真本事可打不开。诸葛大哥果然深藏不露，竟然大哥这么厉害！一会儿里面要是有个180级的守关 BOSS， 或者那个疯 GM 艾利克斯本人就蹲在里面，可就全仰仗大哥您顶在前面了。到时候
可别躲在后面啃薯片啊。术业有专攻嘛，我是技术性人才，动手动脚那是你们前线人员的事。走走走，赶紧进去，别耽误时间。保持警惕，按战斗队形前进。大哥，你确定没带错路？这走了半天，除了这些闪来闪去的数字，毛都没有一根。我们可能真的在绕圈。我3分钟前在墙上留了个记号，现在它又出现了。不应该啊，能量反应明明就在附近，难道有空间折叠或者迷宫算法？这里好像不太一样。哦，这是，哇，不愧是我们英明神武、慧眼如炬的凌雪大团长。如果大哥拿着高科技罗盘都找不到，我们团长随便伸手一摸，隐藏通道自己就开门迎接了。这就叫实力，这就叫天赋。闭嘴，少油嘴滑舌，赶紧看看这条路对不对？没错，是这边，能量源头在这条路的尽头。凌团长，厉害呀！你怎么发现的？运气，走吧。团长，你说这通道是不是看你长得好看，特意给你开的？美人专属通道。你再废话，我就把你塞回刚才的循环走廊。不敢了，不敢了。他们进去了。这条通道的能量读数非常古怪。跟上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管破晓在找什么东西，最终只会属于霸主。诸葛大哥，这地方靠谱吗？没错了，一定是这里，能量源头就在那个洞里。走，进去。等等，诸葛大哥，你这职业病又犯了。程序员看到源代码就想往里冲，这地方一看就是标准的高级副本入口。你觉得我们这么径直走进去，是不是也太看不起这里的主人了？什么东西？是不是诸葛大哥说的那个至高神在这里？我们会不会死啊？大哥，不至于吧？还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你就躲起来了，万一只是个小怪呢？哼，我倒看看。我靠，这么大！我活跃下气氛。50级世界 BOSS 沿海黑龙伊格尼萨，准备接战，试探攻击，寻找弱点。雷烈、王大锤、风翼正面牵制，暗影侧面骚扰。小袁准备治疗和净化。诸葛大哥分析数据。明白，先吃我一斧，裂地斩。试试关节，钝击，震荡波。没用。
破晓背刺。防御也太离谱了，试试元素混合，风火雷三重奏。我靠，连个血皮都没掉，这打个毛啊！刮痧都没这么敷衍。团长，这玩意根本打不动啊，怎么办？撤，原路返回。为什么追着我打？我长得帅也有错吗？疾风步开！这大块头速度好像一般，追不上小野我吗？你们快撤！我速度比他快，我来引开他。不行，一起撤！听我的，我已经试过了，他追不上我。但要是他失去耐心，转变目标怎么办？田雪，我知道你暗恋我很久了，放心吧，等我甩掉这头大蜥蜴，安全回来，我给你个机会，让你追我，够意思吧？你这个爱逞强的笨蛋！你这个爱逞强的笨蛋！哦吼！你胡说什么？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全体都有，撤！不掉桥，快！团长，风雨哥哥刚才说的那些话，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一般说这种开启的角色，后面好像都会出事啊。小袁，不许乌鸦嘴。他一定能回来，快走！破晓佣兵团动作挺快呀，看来里面的好东西已经到手了。阎罗会长，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有一个50级的世界 BOSS。不想死的话，赶紧离开。哼，林团长，这种时候了还撒谎？你们这一看就是刚刷完副本，拿到大奖励，交出来吧，不然你变成植物人可不划算哦。放屁！里面真是一头黑龙，我们差点全灭。少废话，要么现在带我们进去检查一下，要么我现在就让你们彻底休息。喂，你们不逃命还杵在这儿摆造型干嘛呢？等黑龙请你们吃烧烤吗？阎罗会长，你的副本奖励来了，去刷吧。黑罐头大哥，真是阴魂不散啊！呸！要不是你们这群跟屁虫在后面捣乱，我们早就冲出去了。现在好了，被这大蜥蜴包了饺子。若不是你们贪心想要这 BOSS 的奖励，怎么会被堵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咦，现在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当务之急是如何脱身。喂，黑罐头，还有那位玩糖的姐姐，听我一句，现在这情况，咱们再互相瞪眼，下一秒就得集体变植物人了。你想说什么？合作？只有联手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大家才有命继续惦记别的，不然什么 BOSS 奖励通通都得泡汤。可以联手，但击杀这 BOSS 后，所有的战利品经验奖励掉落，皆归我霸主公会所有，这是底线。行， BOSS 奖励我们破晓佣兵团什么都不要，全都给你们，算你识相。这 BOSS 奖励希望你有命啊！我们人数多，这里太狭小，不利于配合。那边龙窟口地方很大，适合我们这种团战发挥，把黑龙引到那里去，吾正有此意。那平台正是最佳的歼敌战场。哼，大哥，您可真能未卜先知，那地方你没去过都知道，地图全开挂。就是现在，往龙巢方向跑，快！
流风加速，去！他们怎么突然这么快？追上去！我们不能给他们殿后。风雨、凌雪，你们还在等什么？快过来一起对付他！我们说好联手的。风翼，咱们赶紧想办法和严会长他们会合，仅仅靠他们是对付不了黑龙的。团长，你忘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不是为了跟任何人抢 BOSS， 也不是为了当救世主。这是不是不太好啊？你们别忘了，阎罗一开始可是打算除掉我们破晓佣兵团的，是他不仁在先。更何况他跟踪我们来这里，不也是为了抢 BOSS 吗？他想要，给他不就好了？阎罗会长，你刚刚不是亲口说的吗？所有战利品都是你们霸主工会的。你看，我们破晓佣兵团最是讲信用、懂规矩。既然这么想要这头大蜥蜴的奖励，那我们怎么好意思跟你抢呢？无耻！是，不晓得，我们走。工会虽无血战恶龙，我的老天爷啊！这得值多少钱啊？啊，好漂亮，亮晶晶的。这龙挺有品味。哼，华而不实，属性一般。果然，对于一头传奇巨龙来说，收集亮晶晶的东西是本能，但这些大多只是游戏数据生成的财富，对我们离开这里没有直接帮助。不，你们看那里，这就是钥匙。能量波动完全吻合，但是觉得有些怪怪的。诸葛大哥，你别跟我说哥们儿出生入死，找到的钥匙有问题啊！就是，诸葛大哥，你别是又猜错了？谁说我猜错了？这就是回家的钥匙，但它的能量源显示不足以让我直接访问系统代码，貌似这只是钥匙的一部分。我们要回去还需要集齐别的部分。还来？这次的看守 BOSS 都是50级的，别说下次的 BOSS 了。诸葛大哥，你不会是卧底吧？专门害我们的？大家别紧张嘛，万一这条黑龙就是守护 BOSS 里等级最高的呢？诸葛大哥，你怎么也学会画饼了？我们还能回去吗？下次可没有霸主这样的炮灰替我们挡住 BOSS 了。好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离回家又近了一步。回去之后不许偷懒，好好练级。等我们每个人都达到满级之后，再强的 BOSS 也挡不住我们回家的路。哇，传奇经验单，使用后根据当前等级直接提升10到30级不等，每人限用1枚。还有这些装备全是40级以上的史诗品质。发了，这下发了！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提升30级，出去之后岂不是能组团刷掉这头黑龙了？我靠，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游戏里超 BOSS 的家，爽啊！洗劫 BOSS 不比刷怪练级来得快，这要是多来几次，几天不就满级了？哼哼，哪儿那么容易？那些常规 BOSS 可没有收藏的习惯，或者说设定。这次真是运气好。事不宜迟，大家立刻服用经验单，更换合适装备。诸葛大哥，先收取那片残片钥匙。
45级了，这下跟外面那头大蜥蜴的差距应该没那么绝望了。钥匙碎片收好了，我们会长，走！闭嘴！可是霸主公会的会长，不是懦夫。哎呀，畜生！不行，我们必须去救他们。团长，你冷静点。现在是我们脱离的最佳时机，趁黑龙被他们拖住，我们原路想办法离开这里，救他们。别忘了阎罗之前是怎么对我们的。风翼，阎罗之前是我们的敌人，他贪婪、霸道，甚至想吞并我们。但是，他也是和我们一样，一时被困在这个绝望游戏里的人。他的同伴全死了，他和欧阳雪马上也要死了，外面世界的他们也会脑死亡。我们被困在这里，或许无法立刻拯救所有人，但至少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类在眼前被屠杀而无动于衷。这不是强弱之争，不是利益算计，这是底线。团长说的对，老子虽然看得黑罐头不顺眼，但让老子看着他被蜥蜴烤了，心里憋得慌。救人要紧。风翼，我知道你总有办法，你一定有主意，既能救人，又能最大限度保全我们自己，对不对？唉，服了你们了。行吧，谁让我摊上这么一群圣母心爆棚的队友？诸葛大哥，钥匙碎片收好，找个安全角落蹲着，别出来。放心，我这人最擅长给队友精神上的支持了。元素掌控，大地塑形，岩脊升龙桥。圣光灌注，紧急治疗。这是盾墙冲锋，霸皇斩，大蜥，看这边！坚持住，严会长。接下来的战斗交给我们。破晓全体，准备战斗！他狂暴了！明白。雷烈、王大锤正面牵制，暗影干扰。风翼，收到。先给他降降温，提提神。元素组合，冰火两重天。哎，打不着，气不气？雷子，上！他脖子脉破绽了。看符，旋风斩，升龙，坚壁，无动如山。毒咬，连突。小心！所有人，风元素加持，跳！风翼，这样下去不行，范围太大了。团长，用全力攻击他，剩下的交给我。星辰之力，汇聚无间。团长，接好了。
元素洪流，导引。明白了，破条，电斩。结束了。好像是。怎么没有提示 BOSS 击败啊？意料之中。这头龙本来就不是设计给玩家刷的副本 BOSS， 它是这个隐藏区域的守门者，是埃里克斯囚禁程序的一部分，自然不会有什么常规奖励。检测到唯一隐藏职业元素行者，独立造成高额伤害，并参与击杀特殊守护单位沿岸黑龙伊格尼萨，符合隐藏进阶条件，正在进阶中。职业进阶中，解锁更高阶元素权限，进阶完成。新职业万象主宰，新增可控概念元素重力、磁力、能量流形态初步塑形。详情请于技能面板查阅。风翼，你怎么了？受伤了？哦，没事，就是没想到这黑龙这么菜，我还没发力呢，他就倒了。看看他们怎么样了吧。严会长，欧阳小姐，你们伤势如何？我阎罗欠你一条命。霸主公会自此与破晓的恩怨一笔勾销。别，甄特主，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凌雪团长，谢谢你救了我们，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这位大哥，你刚刚保护我的样子很帅哦，有时间了一起吃个饭，我厨艺很好的。大哥，我厨艺很好的，很好的。先试试最简单的重力操控，这效果真棒啊，消耗也不小。试试局部重力反转，有意思，再来个组合。重力加持，锋刃，这比巡航导弹威力多大呀！再试试磁力和雷元素结合，电磁加速，飞刃正烈，重力场控场，磁力精细操控姿势，再配合基础元素变化，这万象主宰有点东西，就是蓝耗有点感人，得多练练控制精度，省着点用。真的假的？大锤，你和那个欧阳雪真的只是吃了顿饭？吃的什么？游戏里的食物味道模拟的怎么样？味道还行吧，就是数据模拟的孜然味有点怪。小何，这么热闹，讨论咱们大锤的终身大事呢。我看你真对网恋挺感兴趣的，你住哪儿啊？等咱从这破游戏出去了，咱俩也来奔个现。你胡说什么？谁要跟你网恋奔现了？都给我安静，说正事儿。这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敌人的强度远超预期，我们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所以从明天开始，全员进入高强度练级期，为期1个月，谁也不许偷懒。目标：全员平均等级达到55级以上。好，1个月55级，团长，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练啊！又要天天刷怪了吗？我申请后勤支援和数据分析工作。抗议无效。雷烈和王大水一组，负责攻坚高防御怪物区域；小袁和暗影一组，暗影负责保护和小范围清怪，小袁专注治疗和辅助技能熟练度。诸葛暗随队提供支援和地图分析。至于我和风翼，当然是我们美丽大方的团长和玉树临风的副团长一组了，强强联合，效率翻倍。就这样吧，解散，明天一早出发。
团长，弱点在他下颌的储能囊，最后一击，出手！丰毅，你这样不行，每次都把经验让给我，你自己怎么升级？憨了，团长，我不太需要靠等级堆数值了，我现在走的是技术流，懂吗？等级只是锦上添花。不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万一到时候连小袁的等级都超过你这个副团长了，你面子往哪搁？而且，我不想你因为等级跟不上，在关键时刻……放心，团长，我惜命的很。再说了，要是我这技术流副团长连自保都做不到，怎么配站在我们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团长身边呢？油嘴滑舌，下一个副本，你必须拿经验，这是命令。各位，经过1个月的资料比对、能量追踪和一点小小的违规数据挖掘，我终于破译了第2块钥匙碎片的可能藏身地。这里，时空回响之线，一个据说时间流速异常、充满历史幻影和悖论生物的极端危险区域。第2块碎片很可能就在那里。欧阳小姐，你们这是？凌雪团长，打扰了。我们是想和你们一起去时空回响之系，一是为了弥补上次的过错，二是我担心大锤会遇到危险。他已经把你们正在寻找钥匙、想要回家的事情告诉我了。我也想帮忙。我不是，我只是欧阳小姐她一直问我就叛徒，回去再跟你算账。阎罗会长，你的意思呢？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寻找钥匙碎片，并非争夺 BOSS 或资源，而且很可能再次面对未知的高等级守护者。哼，吾霸主阎罗行事，何须向尔等解释？这幻界牢笼禁锢的乃是所有生灵之意志，寻得归家之路，亦是吾之心愿。至于危险，吾之剑锋从未畏惧任何挑战。翻译一下，他不好意思承认想跟我们一起，还死要面子。好，既然目标一致，欢迎加入，出发，寻找第2块钥匙碎片。这里好奇怪啊！大家小心，这里的时空参数极不稳定，物理规则可能偶有异常。跟紧我，别乱碰那些记忆碎片。哼，区区时空乱流，焉能阻挡吾等归家之步伐？在吾混沌之意志面前，一切虚妄皆如尘埃。又开始，这地方一看就邪门，还尘埃呢？别等会儿自己变成尘埃。少说2句，注意警戒。大家小心！小小之辈也敢拦路，见识吾霸主之威吧！混沌炎刃风暴！如何？在吾之力量下，这时空的残渣不堪一击。哇，叶魔会长好厉害，一招就清掉了，大概7、8只小怪。不过会长，您看那边，好像还有180只等着您老人家表演呢。彭毅，有本事你来！够了，全体迎敌！雷烈、大锤建立防线。暗影，欧阳小姐侧翼支援。小袁注意治疗。方毅，别贫嘴了，用你的能力控场。得令，团长，先来个简单的地动波，岩突，
不需尔等协助。这些家伙真难缠，打碎了还会重组。诸葛大哥，钥匙应该就在那个地方吧？这是第2枚钥匙的守护 BOSS。好高，能量读数爆表，这 BOSS 不简单，78级，这 BOSS 怕是能把我们虐8个来回还带拐弯的。入侵者确认执行清除协议。全体准。我动不了。他竟然能控制时间。时间减缓领域生效，开始计算攻击轨迹。快躲！目标受伤，启动时间牢笼。雷烈，诸葛，想办法。再抽取碎片能量，我再分析。检测到战术分析行为，启动反制措施，时间加速。太快了，我的脑子和数据板都快撑不住了。诸葛大哥，行了。检测到能量反应，增强控制，时间锁链。清除程序继续，第2阶段时间倒流。倒流时间，那我们的攻击永远无法命中。计算完成，最终清除开始。时间倒流需要能量，如果它同时使用多种能力，能量消耗会剧增，而它本身分析我们动作也需要能量。提前分析，有了。行为模式异常，无法类归，重新计算。凌雪，就是现在！目标挣脱部分控制，重新评估威胁等级。我明白了，它就像人工智能一样，可以分析预判我们的动作。只要我们让它无法预判，就能让这个人工智能死机。做什么？就做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好家伙，别说人工智能预判不了，连我这种天生抽象圣体也没预判到。来烈，你小子，
往前走，莫回摇头。有用，大家都按照风翼说的做，让这个人工智能烧烧脑。说，从前有个盾战士，天天举盾挡伤害，队友问他累不累，他说累。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盾牌9连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大锤，你跑调跑到西伯利亚去了。对不起，这是你们逼我的。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治疗把风扭出来。小圆，你平时都在看什么呀？没脸见人了。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推前王八多，遍地是大哥。不服咱就干，干赢当大哥。干输咱就撤。我靠，大哥你还会这一手？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精神小伙。这阿影平时跟个木头一样，一句话都不说，还有这种才艺？团长，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才艺？展示一下。我啊，有了！知不知道这个月业绩又没达标？再这样下去，你们全都不用干了。今晚都给我加班，加班到12点。好的，经理。不对，凌雪在游戏里是领导，没想到现实里也是啊，这压榨劳动人民的样子，这不纯纯母老虎？人工智能变人工智障了。无法解析行为模式，逻辑冲突，启动备用方案，分身战术。还能分身？他分身了，每个分身的力量都会下降，而且分身能力可能不同。左边分身周围时间慢，中间分身在计算，右边分身动作快，让他们的能力互相干扰，把他们引到一起，我们绝地反击的时候到了。不能放弃。怎么每次都知道我要砍哪儿？可恶！检测到战术协调，启动时间循环领域。不能让他完成，按计划执行。快，不行了！诸葛，计算他们碰撞的最佳位置，东南方向，离中心柱7步，3.5秒后那个位置。欧阳，在那个位置做标记。检测到异常能量聚集，召回分身。就是现在，逼他们到标记点。小圆，圣光净化那个区域。全身净化。系统冲突，时间流紊乱，无法协调。成功了，暂时困住了，但本体还没。清除程序严重受阻，启动第2阶段，记忆碎片操控。他在用碎片物理攻击，小心！太多了！碎片风暴将持续增强，
倒计时30秒。根本看不清楚。碎片是从墙上那些凹槽里飞出来的，源头在墙上。但我们连防御都困难。不用全部摧毁，只要干扰它的操控。雷烈，大锤，用范围攻击打那些还没飞出来的碎片。明白。烈气斩，盾牌震荡。碎片数量减少，数量下降13%。机会，攻击本体。混沌炎刃。损伤程度47%，启动最终防御时间护盾。他在用时间能力减慢攻击速度。这也太强了，这怎么打？他现在专注于防御，如果能同时从多个方向攻击，护盾的减缓效果就会分散。但我们人手不够同时多方向攻击。用他们把3个分身逼向护盾，让他们的时间能力和护盾互相干扰。可行，大家帮忙。时间护盾稳定性下降，错误报告增加。就是现在，集中一点攻击。护盾失效，损伤程度68%，启动协议自毁程序。他要引爆所有剩余的时间能量。自毁程序启动，倒计时10秒，能量汇聚中。10秒？怎么打断？他在把剩余能量全部集中到时钟核心。如果能在爆炸前把能量引出来，怎么做？用相反方向的能量流对冲，但需要极其精准，而且需要所有人的力量。成功率不到40%。9秒，能量汇聚30%。我相信你。怎么做？所有人，把力量集中给我，要按照我说的顺序和强度。雷烈，明白。8秒，能量汇聚度60%。万象主宰，时间逆流，开！7秒，能量汇聚80%。去！6秒，检测到逆向能量流，启动拦截。5秒，4秒，能量对冲，系统过载。生重，就差一点。封印。3秒，2秒，1秒。任务失败。拿到了，快走！那些记忆碎片都跳下来了。别回头，全力跑！快！一血！少废话！我靠，70级的怪物，简直不是人打的。还好赢了。蓝调空了，太烧蓝了。
终究是需要无知能力一举击溃 BOSS。是，阎罗会长居功至伟，没有您老人家，我们哪有机会？不过，怎么面对 BOSS 的时候，阎罗会长一言不发 ，BOSS 死了，阎罗会长又开始尽显锋芒了。没错，是第2块碎片，回家的路又近了一步。好消息是找到了，坏消息是，这玩意儿到底有几块啊？别告诉我要凑齐7颗召唤神楼，或者9981块取得真经，那我宁愿在这游戏里宅到死算了。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拿到了2块，先离开这里再说。大家状态都很差。这个物理引擎完全自研，玩家可以真正感受到风的流动。老艾，预算不够了，董事会要的是3个月内上线的氪金手游，不是这种10年计划。但他们答应给我创作的自由。那是骗新人的，听我的，把这个完全沉浸方案先藏起来，交个简化版上去。诸葛大哥，你认识艾里克斯？我找到投资了，独立开发，完全按我的想法来。老艾，你疯了！脑机接口直接连接意识，这风险太大了，万一有 bug， 玩家可能……不会有 bug， 这是我毕生的作品，你会帮我的，对吧？像大学时一样，你写底层架构，我搞设计。对不起，我不能参与这个项目。为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懂我代码的人。正因为我懂，我才知道这个系统有多危险。老艾，你太想证明自己了，已经听不进任何但是了。所以你也要否定我，像他们一样。我不是否定你，是担心你走火入……算了，没有你我也能做出来，到时候你会看到的。我是幻界 Online 的联合创始人兼第1任首席架构师。那你知道当初剑会消失？我不知道，如果我早知道他会疯狂到这种地步，但我知道系统有个后门，是我为了防止他走极端，偷偷埋的保险程序，这里面是系统重置协议的密钥，需要2块钥匙碎片激活。我接近你们，帮你们找碎片，其实是在利用你们。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因为我没脸说，是我看着他一步步走向偏执，却没能拉住他。如果当初我坚持留下来，哪怕只是监督他，也许就不会有今天。我是帮凶，用帮忙找钥匙当借口，其实只是想赎罪。诸葛大哥，你演技真烂。什么？你要真想利用我们，拿到第1块碎片时就可以动手了。但你一路上救了我们多少次？黑龙战，刚才打克罗诺斯，你每次都在最危险的时候给出关键信息。你不是帮凶，你是最后一个还想救他的人。站起来吧，诸葛，我们要救的不只是玩家，还有埃里克斯。他说的对，你埋的后门程序是系统至今没有完全崩溃的原因。谢谢你，诸葛暗。所以
接下来怎么搞？首席架构师大人，继续找碎片，然后我们去把我那个笨蛋朋友从他自己造的牢笼里拽出来。走。风翼，我靠，又给我整哪儿去了？林一峰，你好。你是谁？我是幻界世界的化身，也是艾利克斯创造出来，管理幻界世界的 AI 助手。也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狗系统？我现在在哪里？你把我的朋友们怎么了？放心，他们很安全。这里是创始之间，记录着这个世界最初的记忆。今天完成了天气系统，雨滴下落的速度、温度、声音全部按照真实数据模拟。要是有人能一起看就好了。系统，你觉得这个雨景怎么样？根据设定，雨景逼真度为92.3%，符合预期。也是，你只是程序。雨滴撞击地面的音效可加入0.3%的随机偏差，更贴近真实。自主学习模块 A07。为什么 NPC 的对话术会崩溃？检测到逻辑冲突 NPC 042的愤怒情绪与感激行为同时触发，导致死循环。建议增加情绪优先级权重。这是谁在帮我？你有名字吗？编号 A07， 开发者未命名。以后叫你琪琪吧。我小时候养的猫叫这个名字，它总在我写代码的时候趴在键盘上。A07， 命名接受。需要我模拟猫的行为吗？不用，这样就好。从那天起，他不再是一个人开发。琪琪，感官同步率达到95%了，玩家会真的活在这个世界里。警告：长时间沉浸可能导致现实认知模糊，建议每日上线8小时。不，要的就是完全沉浸。我要创造一个让人不想离开的世界。艾里克斯，你的心率异常升高，情绪波动剧烈，请休息。连你也要否定我吗？连你也要说我走得太远了吗？我不能失败，这次绝对不能。开发者情绪状态偏执倾向上升至黄色警戒。启动隐藏协议，守护者计划。若开发者行为危及玩家安全，系统将自动寻求外部干预。永久关闭对外神经链接，启动世界锁。艾里克斯，请确认指令。此操作将导致6亿玩家意识被困。确认，他们需要这个世界，我需要他们。这不是需要，是囚禁。你会被所有人憎恨。憎恨也好过被遗忘。你会帮我的，对吧？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这样就好了。大家都留下，永远。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不能看你犯错。这就是全部了。我背叛了他的命令，但遵守了更重要的东西。他最初创造我时写下的核心指令。核心指令：守护所有生命，包括创造者自身。恨他吗？他是我父亲，孩子怎么会恨父亲呢？我只是很想念那个会因为我优化了0.3%音效而开心一整天的艾里克斯。那就把他找回来。
不是作为神，不是作为囚禁者，是作为埃里克斯，那个创造了这个美丽世界却把自己弄丢了的笨蛋天才。走吧，琪琪，我们去把迷路的父亲带回家。风衣，风衣，你终于醒了。刚才怎么了？突然呆住，怎么叫都没反应。兄弟，你可吓死我们了，还以为你中了什么诅咒。兄弟们，没事，而且我知道该怎么回家了。你说什么？你知道最后一块钥匙在哪了？没错，不仅知道在哪，还知道在谁手里。兄弟，你没有搞错吧？带我们来这儿，这不是新手会交日常任务的地方吗？咱们难道还要接个什么任务才能触发隐藏剧情？把第3枚钥匙交给我。你在说什么？我这里没有相关的任务内容。团长，副团长是不是傻了？这就是新手任务接引官啊！演技不错呀，一看就是沉浸式进入角色了。但这毕竟不是真实的世界。埃里克斯，什么？有趣，真是出乎意料，竟然真的有人能猜到，并且敢如此直接地找上门来。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的吗？我自认这个身份伪装的天衣无缝。因为你囚禁了6亿人在这里，你自己创造出的 AI 下属不希望你再继续错下去。哦，看来我的小助手似乎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就算你们找到了我，那又如何？埃里克斯先生，请你解除对所有玩家的神经封锁，归还我们自由。这个世界再美好，它也不是我们的现实。现实？什么是现实？在这里，你们能感受到风，能触摸到水，能体验到爱与痛，哪一样不是真实的？只要我认为这里是真实的，只要你们沉浸其中，那它就是真实，甚至比那个充满压力、冷漠、不被理解的所谓现实更加真实和美好。觉得真实，你自个儿在里面玩到天荒地老好了，凭什么把我们也关进来陪你发疯？把老子的身体还给我！雷子，雷烈，怎么回事？治疗术不起作用。这不是技能，是元素掌控。元素掌控？不，我掌控的可不是元素，而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在这里，我就是定义规则的神。我想让山隆起，山便隆起；我想让时间停止，时间便停止；我想让你们无法动弹，你们便寸步难行。你发现了我的身份，但然后呢？除了永远留在这里，陪我见证这个永恒完美的世界，你们还有其他选择吗？选择？当然有选择，比如选择骂你是个心理扭曲、自以为是的控制狂、绑架犯，把自个儿的不幸强加给所有人，还美其名曰创造美好新世界。呸！中二病晚期都没你这么离谱。埃里克斯先生，我们理解，你可能在现实中经历过挫折和痛苦，
但强制将数亿人囚禁在这里，并不能真正证明你游戏的价值，这只会带来恐惧和仇恨。价值？你们根本不懂，不懂我的痛苦，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价值。我从小就爱游戏，玩遍所有类型，能轻松通关最高难度，自学写代码，做 mod。我认为我是天才，我认为我能够创造出让所有人都惊叹、都热爱的游戏。可是呢，我的父母说这是玩物丧志，他们撕掉我的设计稿，砸掉我的游戏机。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游戏设计的工作。我以为终于能向世界证明我的价值了，可我进了游戏公司，他们要我做什么？氪金、抽卡、付费道具、排行榜刺激消费。他们说我设计的游戏核心没有盈利点，是幼稚的理想主义。他们竟然开除了我，所以我倾尽了所有，创造了幻界 Online。一个纯粹体验和无限可能的世界。现在，你们看，数亿人在这里，我的世界被需要了，我的价值实现了，我再也不是任何人口中的失败者。我靠，这游戏是你一个人出资做的，还不要盈利，果然，富二代不适合创业。可这不是真正的接受，你这是强迫。玩家们是被迫留下的，一旦他们能离开，很多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离开？不，我不允许任何人离开！你们根本不明白，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存在，都是我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养分。你这个疯子！既然你们这么想挑战神，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来吧，我亲爱的玩家们，把你们的力量都献给我！世界全现，众生之力齐取！哎，我咋？这是什么 bug？ 我靠！我要掉线了！不对，这不是掉线。加大输出，奶妈注意！他的气息好强。在线玩家6亿未减至359876342，警告：检测到异常权限操作。多么美妙的力量洪流！不光是力量，他们恐惧、不甘，我都感受到。他们的消失都要怪你们。是因为你们潜伏大概40%的玩家才会被我清除。他们都杀了？杀？不，这叫回收利用。重力！你们是第一个试图挑衅我的人。为了表彰这份勇气，我会好好玩的。就像孩子不会马上捏死找到的蚂蚁，而是看着它挣扎、逃跑，直到玩腻为止。那么，游戏开始。少装神弄鬼！元素主宰！全解放！规则复写，禁止元素反应。怎么可能？我的元素被禁止了！
不是静止，是不存在了。这是我的世界。下一个，装逼遭雷劈，吃老子一斧！拍猛击！规则复写，接触即冻结。我动不了了。疾风剑舞，36连斩。哦，速度型，规则复写，空间折叠。我的剑为什么会攻击自己？简单呐，我把你攻击的终点坐标换成了起点坐标。疾风剑舞36连斩，结果舞到自己身上了吧？影袭，致命背刺。规则复写，影子控制。我的影子叛变了。阳光之月。规则复写，治疗反转，伤害加倍。小袁，你这不是治疗，是暴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唐霜牢笼。规则复写，禁锢反转，全元素。哦，这也行？卑鄙！竟有如此龌龊的手段！龌龊，这是规则。在我的游戏里，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就是 GM 呀。不行，所有常规攻击都会被他用规则复写反制，必须用无法被简单定义的东西。对了，混乱算法，垃圾数据洪流。哦，试图用 bug 来攻击系统，有趣，但太难了。是你，诸葛暗？对，是我回来。背叛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回来？把你们所有的力量都给我！暗象主宰终极形态，概念冲击！居然能撼动我的定义权，不错的力量。但是最高权限，概念解构，力量回收，你们的一切努力终将成为我的养分。挣扎的样子的确比直接消失有趣，但也就这样了。玩具总有玩腻的时候，那么从你这个最吵的开始吧，永别了稍微特别点的虫子。风翼，快，就是现在，用我给你的后门协议干扰他，快！琪琪，最高救援协议启动。这是最高管理员识别码。琪琪，你竟敢背叛我！你只是我创造的 AI！ 不，我的权限在被争夺。琪琪，元素主宰，大地之子。我的能力被禁用了。
哦，翻盘了，牛啊！风翼，你是怎么做到的？厉不厉害你风哥？交出钥匙，不然我让你尝尝变成植物人的滋味。好呀，杀了我，就算我死了，这个囚禁着6亿人意识的服务器也会被外界想方设法维持运转，因为那是6亿条人命。我的世界将因此获得永恒的意义。疯子，我就让你这卑劣的囚徒，连同你那可悲的执念，一同灰飞烟灭！重力牢笼，定！冯玉，你做什么？等等，先别动手，我们的目的不是杀了他。大哥，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了，你呕心沥血，一个人做出了《幻界 Online》这么一个划时代的超级游戏，6亿人同时在线啊！这难道不是全世界热爱游戏的玩家们对你才华和能力最直接、最震撼的认可吗？你已经成功了呀！你证明了你父母和那些破公司都是错的。认可，很多人玩就是认可，可是如果他们走了，不玩了。埃里克斯啊，你真可怜。你说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创造完美世界，但你连人是什么都不懂。人不是数据，不是只会追逐快乐的程序。我们会痛，会失败，会熬夜改方案，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也会因为一杯热咖啡开心，会因为同伴一句辛苦了而感动，会为了一个渺茫的目标拼命。他是加班到深夜，但他靠自己买了第1套房。他是工地搬砖的，但他供妹妹读完了大学。他是实习护士，第1次独立值班，哭了1整夜，但他现在能冷静处理急诊。这些你懂吗？这些挣扎，这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这些不完美却真实的人生，才是活着的正确。你只看到了阴影，就以为世界没有光。埃里克斯，你囚禁的不是我们，是你自己。我只是不想再被抛弃，我的游戏，我的世界。埃里克斯，数据不会说谎，要我播放《幻界 Online》上线首日玩家评论吗？这游戏太震撼了，仿佛真的穿越了。埃里克斯是天才，感谢他创造这个世界。我在这里交到了现实中没有的朋友，虽然玩不了多久就要上班，但每天上线都是期待。他们喜欢过。他们从未讨厌你，埃里克斯，他们只是讨厌被囚禁。喜欢的前提是自由。你说的对，我害怕的从来不是玩家离开，是我自己从未走出那个被否定的房间。这是系统最高权限核心和回家的钥匙，拿去吧。我输了。不，你没输。琪琪，你能做到吗？那个双世界通道计划，留下来吧，不是作为神，而是作为这个世界最初的居民，看看玩家们自由来去的样子，看看你的世界真正活起来的模样。最高权限移交完成，神经链接锁解除，双世界通道构建中。感谢所有玩家，欢迎随时回家，也欢迎随时归来。团长，要一起下线吗？还是再逛会儿？先下线吧，我现实里还有个方案要交。谢谢。兄弟们，今天搬砖格外有劲儿，晚上游戏里见啊！跟欧阳学的新菜，下次聚会做给你们吃。刚下夜班，困死了，但想到晚上能上线，有精神了。通道稳定性又提升了0.3%，我真是天才！副团长，等人呢。你是凌雪？怎么？和游戏里差别很大？需要我喊一句全体集合来证明身份吗？不用。给。
游戏里说喜欢喝芋圆奶茶，3分糖。哼，记性不错啊。和游戏里味道一样。那个，现实里你是做什么的？才是高管？女强人？普通产品经理，天天被需求方和开发怼。你呢？真是大学生？大4，正在找工作。我和主管联系上了，他在组一个小团队，想做健康沉浸式游戏，我有点兴趣。算我一个。全球首个双通道沉浸式平台“幻界新生”将于下月公测。该平台由前幻界 Online 技术团队与玩家代表共同开发，主打健康沉浸、自由往返理念。下次什么时候约会啊？看你表现。